我每晚都会给自己下药，不仅将药粉倒入了所有茶水，就连泡澡的水也不放过，直到我如愿以偿，把大将军骗到了我房中，并在9个月后生下了龙凤胎。恭喜宿主完成生子任务，获得自由奖励。然而完成系统生子任务后，我却将儿子留下，只带走女儿远走高飞。毕竟我与系统签过协议，生完之后我就是自由身。可就在我豪情满怀带娃闯荡时，却发现这是一个群雄逐鹿的乱世，百姓们都过着流离失所的苦日子。好在这个生子系统能专治不孕，治疗成功后可累积积分兑换能力。于是我在边关开了一家医馆，一边赚钱养娃，一边盼着乱世安定后重启游览计划。不知不觉4年过去，就在我以为日子安定下来时，却突然来了一个奇怪的病人。大夫，我是丹山县特地来寻你看病的。成婚7年了，这肚皮就是不争气，亏水每月都来。谁知我把完脉后，竟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夫人请回吧，你既然不肯对我说实话，我又何必为你看诊？然而妇人却叉着腰大骂：没想到你是这么势利的大夫，见我打扮穷酸就要赶我走。今天我既然来了，你就必须给我看出个缘由来。闻言，我直接一语戳破他的谎言：以先天子宫缺失，不可能来过癸水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听了我的诊断后，竟高兴地朝外边喊道：沈大人，这山野大夫倒是有2把刷子。我听到这声沈大人，心里立马暗道不好。我穿越的原主也是姓沈的官家小姐，若来的人是沈家人怎么办？果然是越怕什么就来什么。我被原主亲哥沈一文认出来了，他本来是想请我为亲人诊治不孕，却意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，二话不说就要带我回家。既然回京城已成定局，我只能往好处想。如今乱世已经平定，入主京城的是北雷新帝，沈家是新帝登基前的肱骨之臣，有这样的外祖家，起码女儿西西以后的前程不成问题。只是我当初折辱了定北大将军一夜，如今战事已平，他说不定就在京城定居。一想到他那晚冰冷的眼神，我就觉得后脖子发凉，自己绝对不能败露身份被他发现。殊不知我跟他的纠缠才刚刚开始，一连赶了几月的路，马车终于到了京城沈家。就在我担心沈家是否会接纳我和孩子时，却看到了满脸泪痕的母亲乔氏。她身为沈家大夫人，竟站在门口等候多时，看向我的眼神装满了疼惜和懊悔。不知为何，我眼底也涌现了诗意。一旁的沈一文解释道：娘，这就是五妹妹和她的女儿西西。谁知乔氏听后却愣住了，因为沈一文在信中只说找到了我，却没说我已经结婚生子了。见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沈一文连忙开口道：娘，我们先进去坐下再叙话，也不迟。母亲望着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女儿，虽喉咙发紧，但语气却坚定如铁，说着主动牵起了我的手。然而她刚把我领进主屋内，就忍不住询问我的夫君在何处。我早就料到会被询问，于是假装叹了口气：自打西西出生起，他爹就在北地戍守边关，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，兴许早已经忘了我们娘俩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母亲听后竟神色坚定，开口他已经死了。我瞬间瞪大眼睛，母亲遇事果断干脆，她已经替我做好决定。就那女婿没有战死前来寻我，左右只是一个戍守边关的小兵，他们沈家也压得住。母亲怕我心里放不下，还劝道：过去的一切你都要放下，日子要向前看，不能为这么一个没良心的蹉跎大好年华。我拼命点点头，脸上都是信任之色。爽利的母亲我喜欢。就在这时，丫鬟突然敲了敲门：小姐，老夫人醒了，正等着你们过去呢。等我们赶到给沈老太君请安时，屋内已经坐了不少人。可不知为何，当我与二房嫡女沈清源对视时，竟感受到了明晃晃的轻视。此时老夫人看向我招手道：这是五丫头吧？过来让我细细瞧瞧。闻言，我走上前去，顺手拿起一旁的腰枕，便在她身后：祖母，您靠着这个坐得更舒服。老夫人看着我的脸蛋感叹道：孩子不仅生得好样貌，还会疼人懂礼数，和荣华的性子很像。但令我奇怪的是，屋内女眷在听到荣华这个名字时，脸色竟瞬间都变了。二房夫人无视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沈清源的眼神更是变得凌厉起来，像刀子般射在我身上。而母亲乔氏虽面上不显，但内心却十分诧异。沈荣华是老夫人唯一的女儿，当初嫁给永安侯爷做续弦，怎料永安侯的世子太过争气，在边关一路做到了定北大将军，最后在乱世中更是一呼百应，成功入主京城，登基称帝。沈荣华也成了位高权重的太后娘娘。这些我自然不知道，而母亲听见老夫人说我和太后相似，腰板直了不少，接话道：母亲，侄女像姑母是太正常不过的事。二房夫人也跟着点头。大嫂说的对，清渊一向尊敬她的姑母，
一连几月都在练习清平舞，不知何时能给太后献舞一曲。三言两语又将话头引到沈清源。至于这舞是给太后还是皇帝看的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而太后也确实十分重视沈家。晚饭前，她的旨意就匆匆传到府中，得知我被找回，还特意嘱咐让我一同前去拜见。沈清源见我眉心紧锁，突然意味深长开口：“姑母很看重五妹妹呢，你初次进宫可要好好表现，别丢沈家脸面。”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皱眉，只是觉得进宫后膝盖会跪得生疼，忍不住无奈问道：“四姐姐，你进宫要跪多少次？”但我绝对想不到，这句问话竟让沈清源瞬间愣住。直到我的身影离开，他还在思索我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是嘲讽他每次入宫只能拜见太后，不能见天子吗？想到这，他猛地攥紧拳头，他做姐姐的得送一份大礼给我这个妹妹。禀告，时空跳转中，恭喜宿主穿越到古代，新手任务触发，为定北大将军生儿育女，解锁自由奖励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我每晚都会给自己下药，不仅将药粉倒入了所有茶水，就连泡澡的水也不放过，直到我如愿以偿，把大将军骗到了我房中，并在9个月后生下一对龙凤胎。本以为从此天高任鸟飞，没想到刚获得自由就被原主的家人找回。身为太后的姑姑，听说我貌美如花，想要将我招入后宫为妃。刚应召来到慈宁宫，太后就命石溪拿来了一只玉镯。沈清源看见这枚玉镯后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酸溜溜开口：“姑母将此物赐给五妹妹，真是天大的恩典。”原来这玉镯是太后嫁给永安侯时，侯爷在新婚夜赠予的合卺之礼。沈清源撒娇求了几次都没有要到，太后只见了我一面，就把这镯子赏给了我，隐隐暗示要更换沈家入宫为妃人选，由我做太后的儿媳。二房吴氏见状，轻咳一声，女儿沈清源立刻心领神会，状似无意开口：“姑母的礼物贵重，五妹妹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让小孩子碰了摔了。”话音落下，太后拿着茶盏的手微微一顿，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。沈清源特意没在老太太面前捅出这事，就是想等着最好的时机。于是他叹了口气，解释道：“五妹妹这些年流落在外，回家时竟带了个私生子回府。”果不其然，太后听后眉头轻皱，像是心里的盘算落空了，忍不住捻动着手上的佛珠。石溪知道这是太后心情不好的表现，默默低下头去。就在殿内的众人也跟着沉默时，沈老太君却突然沉声问道：“清源，你为何不在五丫头入府时就先把此事告知于我？”然而沈清源却假装无奈解释：“这样令家中蒙羞的消息，我本想着改日再跟祖母说，却没想到晚上姑母就召见了。”太后嘴角的笑意瞬间收敛。好一个蒙羞的消息，看来还是我的错了，太心急召见你们。母亲见到太后情绪不对，正要替我解释，没想到我却突然跪在地上，姿态谦卑，但却话语坚定：“启禀太后娘娘，我自幼失散，不知身世之谜，在边关苟活，与夫婿幸得一女，从此有了血脉相传的亲人，私生之言何其可笑？我认为是重获新生。自己的宝贝女儿西西绝不能担上私生子的污名。”就在这时，店门口突然传来男子声音：“好一个重获新生，好一个重获新生。”一个年轻男子进店，他走到我身旁，哼笑了一下，随后到太后近前朗声道：“儿臣给母后请安。”这人就是当今圣上吗？我心中有点失望，毕竟一路上听到这位新帝的传闻，都是如何雄韬武略的盛赞之语。然而如今所见，这位新帝的性子竟如此轻浮放纵。沈家众人也纷纷起身行礼：“永王殿下。”免礼。闻言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永王，不仅是本朝的王爷，而且是太后亲子，所以在京城一直是肆无忌惮。永王接着道：“这就是找回来的那个本编妹了。”说完，视线在我身上扫了个遍。他府中有不少绝色歌姬，却从没有我这般端庄又不失风情的。我假装娇羞的低下头，实则皱紧了眉头。被这人盯着，有种被蟒蛇环似的不适感。但对方既是太后亲子，又是皇帝的弟弟，我惹不起，只能努力压下这种令人生厌的感觉。屋内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情事，哪里看不懂永王放肆的眼神。母亲乔氏忍不住皱紧眉头，刚才太后送玉镯，除了想把我送入宫中，还有一种可能，该不会是要把我嫁给已婚的永王做妾吧？想到这，乔氏立马跪了下来，庄重道：“太后娘娘，小五丧夫后仍在孝期中，今后不应该再进宫来，以免冲撞了娘娘。”
臣妇奏请回去后，就让小五留在家中不得出，直到校期过去。然而永王听后却是嘴一动，刚想说什么，却不料下一秒就被太后抢先道：既然如此，就依汝英所请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哀家和老夫人要说些体己话。太后下了逐客令，我跟在母亲身后离开了慈宁宫。刚走到无人处，母亲就深深地看着我。小五，你可会愿娘将你禁足？我立马摇头，这哪里是禁足，分明是让我多些安生日子。只是我想到刚才在殿上的事，忍不住问道：娘当众奏请将我关在家中，太后会不会不高兴？然而母亲却回了句意味深长的话：太后高不高兴没什么要紧的，你只需记得这天下是何人的，沈家的盘算岂能瞒过内卫的眼？我听后点点头，在心中默念着，皇宫之中皇帝陛下的心情才是最紧要的。与此同时的慈宁宫，太后走到沈老太君跟前，语气有点急切开口：母亲，你说这该怎么办才好？清源虽貌美，但却不聪明，只顾自己的私利。说着她心急道：我越来越猜不透陛下的心思了。自他登基后，勋贵之家的女子皆有进宫，唯独沈家在后宫无人。沈老太君也发愁开口：你说的我都懂，这几年我们费力调教清卫，可他心气高，眼见却低。太后叹道：得知清无回家的消息，我本想尽早筹谋安排他进宫，谁知却是个带娃的寡妇，还当着全城人的面抱着孩子回家。太后刚才是怒其不争，浇花一样的小姐，竟被外边的山野糙汉子破了身。就在太后一筹莫展时，沈老太君却突然沉声道：除了给陛下的枕榻塞人，还有一条路。陛下膝下只有一个皇子，生母也不知是何神。你若能亲自抚养，小皇子成年后登基，还愁你地位不稳固吗？闻言，太后眼前一亮，立马吩咐心腹宫女道：石溪，你去带小皇子来慈宁宫一趟。是。另一边，我和母亲刚来到花园转转，却突然听到呼救声传来，同时还有扑腾挣扎的水声。我表情一顿：娘，有人落水了。谁知母亲却告诫道：小五，这里是皇宫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也知道在皇宫中要事事谨慎，可不知为何我心里却突然有些发慌。眼看那道呼救声越来越弱，我没再犹豫，甩脱了母亲的手，朝呼救方向飞奔。我跑到池边时，就见一个小男孩在水中挣扎，正要下水，却突然注意到池边台阶上铺着新鲜的青苔，这分明是有人故意设下的陷阱。但情况紧急，我来不及细想，直接跳进湖中将男孩救了上来。幸好我当初从系统里兑换了防身术，力气大增，抱着孩子上岸也不算吃力。可当我低头看向怀中这张小脸时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这孩子竟和4年前那个男人长得一模一样，那双眼睛，那紧抿的唇角，那股子与生俱来的冷傲。我抱着他的手微微发颤。小男孩见我一直盯着他，冷着小脸道：你既然救了我，我会谢你的。那语气，那神态，像极了那晚我下药后被他发现时，他看我的模样，冰冷疏离，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。我心跳如雷，会不会是他？我颤抖着手去拨他的衣领，我想找那半块玉佩，当年我偷偷留在他身上的信物。你干什么？他恼怒的挣扎，不得对我无礼！可我什么都听不见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的孩子？直到将他衣领翻了个遍，也没找到那块玉佩。我颓然松手，只能安慰自己，或许是长得像罢了。边关那么大，长得像的人多了。小家伙气鼓鼓的穿好衣服，我看着他白嫩的小脸，心里又酸又软，忍不住伸手点了点他鼻尖。你刚才说想要我的命？他高傲的点头。我眨眨眼，软下声音说着：可我救了你的命，要不我们一命抵一命？我用小指轻轻勾住他的小指，他愣住了，明明想拒绝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跟着我的动作。我趁热打铁，笑得眼睛弯弯。求求你了，小公子大人有大量。他咽下拒绝的话，耳朵竟悄悄红了。小小年纪板着脸，心里却暗暗嘀咕：这女人该不会是湖中妖女吧？一阵风吹来，我打了个寒噤，她身上也湿透了，小脸冻得有些发白。我不由分说：走，找个地方换衣裳，免得着凉了。他在我怀里怔了怔，却发现我的手臂纹丝不动。他惊讶地抬头看我，偷偷打量我，鼻尖嗅到我身上的香气，明明和我一样浑身湿透，可这怀抱却好香好软。他别扭地移开眼，却没再挣扎。片刻后，我们刚到最近的慈宁宫门口，就撞上了太后身边的石溪。她看见我们，惊呼出声：
明轩小殿下，我僵住了。明轩殿下，这孩子是皇子。明轩小殿下，我僵住了。明轩殿下，这孩子是皇子。我低头看向怀里的小人，他正板着脸训斥石溪。大呼小噪做什么？石溪连忙低头赔罪，然后引着我们往偏殿走。我机械的迈步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他是皇子，那他的父亲不会的，那个男人是定北大将军，应该在边关，怎么可能在京城？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我自己掐断了。乱世已定，新帝入主京城。新帝，我猛地停住脚步。定北大将军在乱世中一呼百应，入主京城，登基称帝。是他。我抱着明轩的手倏然收紧，他吃痛，抬头看我，却见我脸色白得像纸。你怎么了？我摇摇头，说不出话。如果真是他，那他如今是皇帝，而我是那个给他下药，一夜之后带着女儿跑了的女人。他若是知道我还活着，还进了宫，我不敢往下想，只能拼命安慰自己，不会那么巧的。天下长得像的人那么多。再说他现在是皇帝，后宫佳丽3000，哪还记得4年前边关那荒唐一夜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明轩放下来，蹲在他面前小声叮嘱：小殿下，待会儿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是你自己不小心落水，我只是恰好路过救了你，好不好？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丝不解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我松了口气，把他交给迎上来的嬷嬷，自己绕到屏风后换衣裳。古代的衣裳太繁琐，我手忙脚乱地解着湿透的外袍，脑子里却乱糟糟的。他会不会在宫里？会不会突然出现？会不会认出我？不会的，我安慰自己。我易了容，只还原了7分本相，他不可能认出来。正想着，外殿忽然传来一阵请安声。参见太后娘娘。我手一抖，外袍脱了一半，挂在臂弯处。更要命的是，紧接着传来另一道声音：皇殿下到。那个永王，之前在慈宁宫见过的那个，看我的眼神像蛇一样逆人的永王。我屏住呼吸，躲在屏风后不敢动。可就在这时，我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，是我身上的熏香。刚才抱着明轩，沾了不少在我身上。脚步声近了，殿内是什么气味？永王的声音传来：打开窗换换气。他嘴上虽在说话，脚步却未停，直径向屏风后面的窗走来。1步2步，眼看离我越来越近。我拼命把外袍往身上套，可湿透的里衣紧贴着身体，越是着急越是穿不上。3步4步，永王嘴角浮现出一副奸计得逞的笑容。我正在换衣服，色眯眯的永王竟突然闯入房间，吓得我躲在屏风后面，大气也不敢出。殊不知好色的永王早就察觉到我的存在。殿内是什么气味？打开窗换换气。眼看永王一步步逼近，我却站在屏风后面，无计可施。就在他即将绕过屏风的刹那，殿外传来内侍尖细的嗓音：皇上驾到！脚步声顿住，我的心跳也跟着顿了一拍。永王转身去迎驾，殿内响起此起彼伏的请安声：吾皇万岁万岁！我躲在屏风后，浑身僵硬，连呼吸都忘了。片刻后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：起来吧。我的指甲掐进掌心，是他。4年前那个被我下药的夜晚，他在药力发作前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这2个字：起来。那时候他低头看着我，眼神冷得能结冰，声音却意外的克制，和现在一模一样。太后急切地问起明轩落水的事，说有人要害皇嗣，要严查。那低沉的声音不疾不徐地应着，听不出喜怒，可我隔着屏风都能感受到那股无形的威压，杀戮之气充满了整个宫殿。明轩，他忽然开口：你为何落水？回禀父皇，儿臣路过太池，听见小狗叫唤，就让身边的小安子去查看。之后儿臣在岸边不小心落了水。我的儿子，是我和他的儿子。我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接下来是魏妃的禀报，说小安子死了，湖边有新鲜的青苔。太后趁机发难，说皇子教养出了问题，要给明轩换个宫居住。炎帝似笑非笑。母后觉得哪个宫合适？太后迂回道：这还要从长计议。哀家听说明轩是被人救上来的，是何人？哀家一定要好好重谢。是今日来给太后请安的神武小姐。殿内安静了一瞬，然后我听见那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带着若有若无的玩味。这么巧，竟是太后的娘家侄女。太后顺着话头夸我，说该好好赏赐。我心里七上八下，只盼着他们赶紧说完让我走。可就在这时，炎帝忽然开口：就赏屏风吧。我猛地抬头，屏风。
他说要赏我屏风，不会就是我面前这个吧？正想着，他又道：新罗昨日进贡一套小玩意儿，朕就将那套屏风赏给神武小姐。我松了口气，众人告退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我刚要从屏风后出来，余光却瞥见一道身影停在原地，他没走，我僵在原地，大气不敢出。然后那双黑缎朝靴出现在屏风边缘，袍角绣着金线龙纹，一寸一寸逼近，一寸一寸逼近。我腿一软，扑通跪了下去。臣女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的声音抖得厉害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太近了，近到我能看见他的袍角擦过地面，近到我能闻到他身上陌生的龙涎香。4年前，他身上没有这味道。他没有说话，我跪伏在地上，额头抵着冰凉的青砖，能感觉到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从头到脚，一寸一寸。我还穿着湿透的里衣，外袍只是披在身上，这跪姿，我不敢想他看见了什么。后背像被啄出2个洞。就在我几乎要窒息的时候，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：父皇，儿臣今日在太学有一篇文章不太懂，想请教父皇。炎帝没动，也没说话。林轩顿了顿，又道：林轩顿了顿，又道：父皇，我们去乾元殿吧，这里毕竟是皇祖母的地方。这话说得很懂事，很得体，可我听着，心里却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他才多大，就知道用这种方式替我解围。良久，炎帝开口了：听得走吧。脚步声响起，渐渐远去，直到那声音彻底消失，我才敢喘气，直起身，后背全是冷汗。从头到尾，我没敢抬头看他一眼，可我知道他看我了。那夜回到神府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抱着西西坐了很久。女儿睡得香甜，小脸埋在我怀里，偶尔咂咂嘴，不知道在做什么好梦。我看着她，心里又酸又软，可脑子里全是今日那道视线，隔着屏风，隔着贵服的距离，那道落在我身上的视线，沉沉的，像是要看穿什么。她看我了，我知道，可她认出我了吗？应该没有。我安慰自己，我易了容，只还原了7分本相。那夜光线昏暗，她又中了药，哪能记得那么清楚？可万一呢？我摇摇头，把这个念头甩开，不想了，以后少进宫就是了。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此刻，乾元殿内有人正在谈论我。炎帝坐在御案后，手中捏着一份密报，久久不语。曹公公在一旁伺候，偷偷打量圣上的脸色。从慈宁宫回来后，就一直这样，不说话，也不批折子，就这么坐着。今日救明轩的那个女子，炎帝忽然开口：你觉得如何？曹公公一愣，斟酌着道：神武小姐心善胆大，是个好人。炎帝抬眸看他一眼，就这些。曹公公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道圣上想问什么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老奴眼拙，看不出别的。炎帝没再说话，只把那密报收进袖中。曹公公默默退下，心里却泛起了嘀咕：圣上这是看上那位神武小姐了，可他们拢共也没见过几面啊。但他是聪明人，什么都不会说，只是默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。而那封密报上只写着一句话：神武小姐从北境边归来，曾开过一家医馆，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婴。炎帝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。4年前，北境一个女婴。他想起今日屏风后那道贵妇的身影，湿透的里衣紧贴着身体，勾勒出那抹他曾见过的弧度，还有那双眼睛，即使隔着屏风，即使只是惊鸿一瞥，也让他觉得熟悉，很像一个人，一个他找了4年的人，可也只是有几分像。之后的几日，我尽量躲在家里，连院子都少出。可母亲乔氏不让我安生，她拿着一封信进来：小五，外祖母来信了，说过几日想见见你，让你带着西西去乔府坐坐。我应下了，外祖母待我极好，去看看她是应该的。可到了乔府，我才知道这顿饭没那么简单。席间多了个人，一个年轻男子坐在外祖父下手，眉目清俊，气度温润。外祖母拉着我的手，笑眯眯道：小五，这是你外祖父的得意门生陆承训，荆轲的举子，明年要参加殿试。我看向他，他也正看着我，目光温和有礼。我连忙回礼，一顿饭吃得客客气气。陆承训话不多，偶尔与外祖父谈论诗文，声音清朗，如玉石相击。我低头吃菜，只当他是个寻常客人。饭后，外祖母拉着我说话，3句不离陆承训：这孩子出身清贵，父母早亡，靠自己一路考上来，为人端方，行事稳重。外祖母拍着我的手：你外祖父说他才华盖世，来年状元非他莫属。小吴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愣了一下，
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是要给我说亲。你一个人离婚带娃不容易，找个好人就嫁了吧。外祖母，我知道你顾虑什么。外祖母打断我，不就是带着西西吗？程迅那孩子说了，他不介意。他说你一个女子能在边关开医馆，养活自己和女儿，是难得的坚韧之人。我沉默了，不介意我嫁过人，不介意我带着孩子，这在世家公子中确实难得。可我没松口答应什么。离开乔府时，陆承训送到门口。沈小姐，他叫住我，目光真诚。今日一见，承君心向往之。若沈小姐不弃，待来年殿试之后，承君愿登门求娶。他说的认真，没有半点轻浮。我看着他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陆公子言重了，我轻声道。我这样的人，不值得陆公子如此。他摇头。值不值得，我自己知道。我沉默片刻，最终还是点了头。那待陆公子高中后再说吧。他眼睛亮了，笑容如春风拂面。我没注意到的是，他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金光。沈家，太后的母家，若能攀上这门亲事，何愁前途？此后，陆承训开始频繁出入沈家，每次来都带着礼物，对我礼数周全，对西西也极好。他教西西认字，陪她玩耍，耐心的像个真正的父亲。母亲越看他越满意，外祖母也催着我早日定下。我嘴上应着，心里却总有些不安，说不上哪里不对，只是觉得他太过完美，完美的不像真的。那天，西西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皮。陆承训正好在，二话不说抱着他就往屋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安慰他，哄得西西破涕为笑。丫鬟们私下议论：陆公子对五小姐可真好，可不是，以后若是成了，肯定是个好夫君。我听着，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重。他对我的好，对西西的好，都太好了，好的像是在完成一件精心准备的功课。那天他走后，我让丫鬟去打听，没过几天，丫鬟回来告诉我，陆公子身边的书童说，他每次来之前都会先打听五小姐这几日做了什么，喜欢什么，缺什么。我愣住了，打听我的事不奇怪，可每次都打听，还打听这么细。我想起他每次看我的眼神温和真诚，可温和底下总有一丝我看不透的东西，像是在丈量什么。又过了几日，太后再次传召，让我进宫说话。我本不想去，可母亲说不好推辞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进了宫。到了慈宁宫，太后拉着沈清源说了好一会儿话，对我只是淡淡点头。我乐得清闲，安静坐在一旁。出来时，我在公道上迎面遇上了他，躲是躲不掉了，我只能跪下请安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他说，脚步却没停，只在我身边顿了一顿。我低着头，能看见他的袍角从我眼前掠过，然后，沈小姐。他忽然开口，我抬头对上他的目光，他站在几步之外，逆着光，看不清表情。那日救了明轩，朕还没当面谢你。臣女不敢鞠躬。不必自谦，明轩是朕唯一的皇子，你救了他，便是朕的恩人。他说这话时，语气淡淡的，可那目光却落在我脸上，像是在看什么，又像是在找什么。我被他看得心慌，垂下眼，沉默片刻。他忽然道：沈小姐的眼睛很像朕认识的一个人。我的心猛地一缩，他认识的人谁？我不敢问，只能强撑着笑容。陛下说笑了，臣女长得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有人说臣女像别人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又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抬脚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如雷。他认出我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可那若有若无的试探，那意味深长的目光，我不敢往下想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频繁地偶遇他，陪西西去上书房。他在勤政殿的窗前远远看着。我去御花园走走，他正好路过。甚至我去太医院取药，他也在。一次比一次近，一次比一次让人心慌。那天我在上书房门口等西西下课，站得久了，腿有些酸，正想找个地方坐坐，一个小太监跑过来：沈小姐，皇上赏您坐的。他身后跟着几个人，抬着一把椅子，龙纹椅。我愣住了，这椅子放在上书房门口。陛下说，沈小姐身姿飘逸，但在门前走来走去，实在晃人眼，所以命您坐下。我脸色变了又变，这是嫌我碍眼，还是……我硬着头皮坐下。路过的工人纷纷侧目，我如坐针毡，还不如站着。正尴尬着，忽然感觉到一道视线，我抬头望去，远处勤政殿的朱门半掩，隐约能看见一道身影立在窗前。是他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可我知道他在看我。我慌忙低下头，心跳乱了一拍。片刻后，
小太监又来传话。沈小姐，陛下说了，让您好好坐着，别乱动。这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些偶遇让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他不知道我就是那个人，只是觉得像。可万一哪天他想起来了呢？万一他查到什么呢？我甚至想过带着西西离开京城，可还没等我想出个结果，祭祖后的宫宴就到了。母亲之前说要带我一同进宫赴宴，给我挑选的那个男子也会去。当时我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，可如今我却立马改口答应了下来。能远远看一下儿子明轩也好。宫宴在吉英殿中举行，沈家是大房乔氏和二房吴夫人来参宴，母亲乔氏领着我在南席坐下。此刻皇帝和太后还未至，二房嫡女沈清源身边围着世家小姐们，她得意地看了我一眼。这是我五妹妹，那个刚回家的小寡妇，你们应该都听说过吧？几人在我背后小声蛐蛐，我就当没听见。就在我淡笑地看着门口时，外祖父突然带着陆承训走进来，而那人进殿后，场中的声音瞬间变小，我的眼眸也微微张大。不得不说，陆承训长得一表人才，在场的少女对他无不侧目。乔氏见我盯着看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小五，大家都对陆承训公子另眼相看，你要抓紧了。”闻言，我翘着嘴，连连看了他几眼，谁知却和他望过来的视线相碰，对着我微微一笑，点头示意。与此同时，炎帝缓缓走进殿中，我还没来得及收起嘴角的笑意，就猝不及防地和炎帝对上了视线，像是被人抓包一般，我的心跳乱了一拍。其实炎帝的相貌不比陆承训差，尤其是长眉微皱的凌厉模样，仅仅视线交集了这么一瞬，我就心虚地低下头。炎帝在东席的主位落座后，身边的人被他威压弄得大气也不敢出，曹公公更是脑袋发汗。万岁爷刚才在勤政殿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来吉英殿就情绪不好了？太后坐在炎帝左侧，也感觉到释放出来的威压，以为是皇上看我不顺眼，对我的印象愈加不好。真是个会给家中添乱的惹事精，果然还是从小养在身边的清源更好些。于是太后开口道：“皇上近来政事繁忙，今日不如请有才华的小姐来献艺，活络一下氛围。”说完，对台下的沈清源使了个眼神，沈清源立马站起了身：“臣女愿献上一支清平舞。”这舞沈清源练习了大半年，就为了等这一刻。有了沈清源打头，随后出来的世家贵女纷纷献上了才艺，连魏妃都下了场。她单手握住雪剑，配合着鼓点，剑光闪烁，恰似繁星点点。我吃着美食，沉醉的点头轻赞。但奇怪的是，众女的献艺却没让炎帝的神色缓和，反而愈发黑沉了。曹公公终于琢磨出了问题所在，圣上的目光总会不经意间瞥向南席的我。太后没想到好不容易开了个头，却让魏妃那个狐媚把自家侄女比了下去，只好摆摆手：“今日的献艺就到这里吧。”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曹公公竟看了一眼炎帝的脸色，开口：“太后娘娘，您还有个侄女没有献艺呢。”我拿起一块糕点，正要咬下，却发现殿中的视线都集中到了我身上。太后一看到我这样子就心烦，其他小姐都是争先恐后的出来献艺，唯独我在那吃得很惬意，真当来宫内宴饮了。然而一直觊觎我美貌的永王却是笑道：“母后，就让五表妹也登场吧，不耽误多少时间。”沈清源知道我是个不懂音律的，他刚才比武落了魏妃一城，便也想找人衬托自己，于是也笑着道：“太后娘娘，五妹妹前阵子在家苦练了很久，您就给个机会吧。”永王和清源都这样劝了，太后也不好服了他们的面子。也好，就让哀家也看看小五有何长进。怎料我接下来的话却震惊了所有人。回太后，臣女虽苦学了一阵舞蹈和音律，但臣女天资一般，学不大明白。母亲看着我的背影，眼神无奈。这孩子是个实心的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而沈清源见太后脸色难看，得意地笑了笑，唯独炎帝拿起酒杯饮了一口，遮住了他的神情。但曹公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炎帝一直绷紧的嘴角终于浮现了一抹弧度。永王则大笑出声：“五表妹可真的不通六艺吗？倒是表哥的不是，让你出来丢丑了。”众人跟着哄笑出声，我视线略微偏移，就看到了坐在外祖父身旁的陆承训。他倒是没有带着嘲讽的目光，反而眼中隐隐有点怒火。他这是在心疼我吗？但我不知道，炎帝将我的小动作都看在了眼中，重重落下了酒杯。曹公公刚放下的心又跟着提了起来。这个神武小姐的眼珠子就不能安分些吗？就在这时，炎帝突然开口了：“朕依稀记得沈小姐御马和射箭还不错。”怎料他话音刚落，我竟猛地抬头看向高台，脑子里都是嗡嗡声。
自己擅长御马射箭，炎帝是怎么知道的？回京城之后，我都没有当着外人的面骑马射箭过。但在军中之时，想到这，我顾不上忌讳，直直地看向炎帝。他是不是已经知晓我的身份了？朕依稀记得沈小姐御马和射箭还不错。怎料他话音刚落，我竟猛地抬头看向高台，脑子里都是嗡嗡声。自己擅长御马射箭，炎帝是怎么知道的？回京城之后，我都没有当着外人的面骑马射箭过。但在军中之时，想到这，我顾不上忌讳，直直地看向炎帝。他是不是已经知晓我的身份了？炎帝手指用力捏着酒杯，不知心中在想着什么，突然开口道：“给沈小姐取弓箭来。”吉英殿内宽敞正好，可作为拉弓射箭场地，工人们很快取弓箭递给我，还在正殿门口摆一个箭靶，这距离大概有9丈，是标准男子射箭距离。小太监忍不住问我道：“沈小姐，这距离要不要往前移一移？”我哪有心思管那么多，箭已经在弦上，只能极力让自己定下心来，手臂拉弓，箭矢离弦，破空而出。射中了没？离得太远，我都看不清箭靶。按照他这架势，能挨上靶子，我就把名字倒着写。果不其然，殿门工人大声高喊：“没中！”殿内陆续响起嘈杂说话声，都是笑我不自量力的。然而我却有点想不通，自己用着和往常一样姿势力度，为何偏这么多？但我不知怎么射出第一箭，就回头去寻炎帝。因为在北京军营中，炎帝箭术当属第一，四目相接，我也忘记害怕，一心想知道这箭为何不中。魏妃看到身边炎帝，本来还沉着脸，可当我手足无措望来，炎帝神情瞬间软化，还笑着对我摇了摇头。他看清楚，那不是嘲笑，而是被逗笑了。就在我丧气垂下肩膀时，炎帝突然一挥手，下了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命令：“取朕的轩辕弓来！”话音落下，魏妃惊讶，张着红唇：“圣上今日到底怎么了？”宫室大总管曹公公亲自去取，比普通弓要重。不少众人议论声不绝于耳。我听说这弓男子拉起来都费劲，就她这么一个娇滴滴姑娘，这不是白费功夫吗？普通弓都射不中，这回更射不中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曾在系统中兑换防身术，力气大增，竟缓缓将弓拉成满月弧度。在场武将们眼睛亮了亮，没想到我竟不是柔弱花架子，有戏。但奇怪的是，炎帝表现得一点都不意外，专注凝视我的背影，好似不只看过这么一次。下一刻，一支箭带着穿云破月速度直奔殿外箭靶而去。紧接着，门外传来工人兴奋高呼：“正中靶心！”殿内武将们瞬间鼓起掌来，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。我也满心欢喜，眼睛亮亮，就扭头去寻炎帝。谁知我只是转了个身，心脏竟突然漏半拍，因为炎帝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，他音色低沉，命令道：“再打一箭。”我只能听话，又拿起一支箭，后撤一步，想站稳拉弓，却忘了炎帝在我身后，导致我一下子倚靠进他怀中。我正要向前挪动，没想到却被他制止：“别动！”以身使臂，指责弓与手相通为一体，这是要亲自教我剑术了。刚才自己那一箭，他又觉得碍眼了吗？我压着心中异动，跟着调整姿势。炎帝目光悠悠，扫过我腰背，低沉道：“开弓时以目视字箭杆，是箭迷。”我再次挽弓搭箭，按照他指点进行瞄准，但要连着射2箭，我还没那种好体力。就在我拉弓右臂忍不住微微颤抖时，一只大掌突然扶住我肩膀，两个人贴更近了，龙涎香气味越来越浓，我手忍不住发软。察觉我突然泄力，原本绷直腰身向后贴更近了。炎帝突然在我耳畔低笑道：“软什么？”炎帝刚才饮了几杯酒，酒的烈气以及低沉声音剐蹭我耳膜，我右耳立马不争气红透，自己这力气根本提不起来。可殿中人还在等着我再射一箭，况且有炎帝这教习在，我若射不出这箭，就真要让人笑话了。关键时刻，炎帝直接握上我拉弓的手，毫不费力将弓拉满。我忍不住悄悄仰头，想看看他拉弓引箭时是何神采，却只能看到他的下颌。看朕做什么？瞄准！被他轻斥一句，我不好意思转过了头，沉下呼吸。下一刻，弓弦突然发出砰一声，箭如寒星迸发，我绷紧心绪，庞夫也随着箭矢飞走了。不必等工人来报，我就知道结果了。箭靶已射穿。得到工人报告，满殿人都兴奋了起来，武将们更是爆发出阵阵叫好声。没想到无趣的宫宴还能见到圣上拉弓射箭，且这女子也不错啊。能得到将士们一句不错，已是很高赞誉。经过这2箭，我的名声在一群武将中倒是好了不少。只是太后魏妃脸色就差了很多，
永王油腻视线在我腰间打转。想不到这表妹竟有如此惊喜，家里歌妓远不如这表妹体态游人。我并不知道自己被冒犯，还沉浸在刚刚射箭之中。炎帝信步回了御座，母亲目光在炎帝和我之间转了转，只希望是自己看错了。而宫宴快到尾声时，炎帝突然开口：明轩来父皇这里。明轩眼里满是不解，自己哪里又惹父皇生气，脸色沉重，走到炎帝身边。炎帝对着明轩沉声道：就坐朕身边吧。明轩瞬间被父皇话惊到，他参加宫宴从来没有坐在父皇身旁过，其他人也暗暗称奇。炎帝一直对小皇子教养严苛，今天竟起了同皇子亲近心思。父子坐在那，不约而同望向南席。坐在南席，我低着头。就在我安静装小鹌鹑时，太后看着不知生母是谁的小皇子，突然开口道：皇上，哀家总摄6宫之事，但现在年岁大了，精力和体力都不如以前，是该立后了。闻言，炎帝抬眼问道：母后觉得何人堪配后位？话音落下，沈家二房嫡女沈清源瞬间仰着头，对自己有着非同一般自信。太后打量着炎帝神情，接着道：哀家以为除了皇上满意，还要选一个真心相待明轩的皇后才好。这心思昭然若揭。太后是沈氏一族所出，我这个侄女又不顾安危救了落水皇子，在大家眼中，沈家对皇子呵护备至，可沈家未婚姑娘只剩沈清源一人。母后所言极是，但也要看明轩喜不喜欢。听到炎帝松口，太后心中喜悦，指着南席沈清源：看看那边粉红裙装女子可有眼缘？沈清源闻言，温柔展颜一笑，压力一下子转到明轩这里，怎料他却直接移开眼：回皇祖母，孙儿不喜欢。沈清源笑僵在脸上，皮笑肉不笑，看起来有点可笑。太后也讪讪合上嘴。谁知炎帝笑了：殿内之中，吾儿可有喜欢的？话音刚落，明轩目光立刻锁定我，可我却不敢抬头，盯着面前点心碟子。虽然没相认，儿子就喜欢我，让我十分感动，但不能把我立成箭靶子啊！就在我担心被明轩选中时，他却像下定决心一般，大声道：本来有一位儿臣还算喜欢，但若她成为我母后，儿臣就不喜了。炎帝微微诧异：为何？明轩看了父皇一眼，随后凑身过去，在他耳边悄声说几句。众人只见炎帝瞬间黑了脸，明轩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。见父皇生气，他虽然害怕，但还是梗着脖子硬扛，势必要坚持自己决定。炎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亲儿子嫌弃。原来明轩说的是：儿臣认为皇宫不是养人的好地方，看不得她嫁进来受委屈。炎帝冷着脸，直到宫宴末尾，同样不高兴还有太后、魏妃和沈清源，唯独我却觉得身心轻松不少，自认为没被炎帝认出，甚至在他退场时看了我一眼，我也能自在，以微笑回之。宴席散后，我刚要随母亲离开，陆承训却突然上前：沈小姐，他温声道：方才在殿中不方便说话，3日后可否与在下去寒山同游？我本不急着嫁人，但刚巧今日心情正好，于是点头大方道：好，3日后山下见。本以为今天能有惊无险的度过，没想到我刚回到家，丫鬟就立马焦急开口：五小姐，中永侯府派人来传话，大小姐要请您过去一趟。这让我有些诧异，外边天都黑了，这个时候叫我过去，莫不是大姐出了什么事儿？想到这，我当即坐着马车匆匆出门，赶到中永侯府，第一时间给大姐诊脉，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，发现是喜脉。多年没怀上的大姐愣在当场，大姐夫的眼眶也落下滚烫的泪水，上前一把将大姐拥入怀中。如此温馨的一幕，我不忍打扰，只身离开侯府。此时外边夜色茫茫，我快步登上了门口等候的马车，却不料还没等坐下，就发现了不对劲。这马车宽敞了2倍有余，发现误闯了别人的马车，我正要道歉并退出去，却惊讶地发现炎帝正倚靠在榻上，静静凝视着我。我绞尽脑汁也想不通，为何会在侯府门前的马车上见到他。他问我关于医馆的事，让我3日后去长公主府请脉。可3日后我和陆承训有约呀。表面上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君王，实际上不过是我众多追求者中的一员。当他得知陆承训邀请我3天以后去爬山后，竟大半夜来堵我，并且还找了一个光面堂皇的理由。长公主至今膝下无子，3日后你到她府上去为她请脉。听见这话，我当场气得牙痒痒的，因为3日后正好是我跟陆承训约会的日子。次日我把要去长公主府的事给母亲说了，
母亲思虑着。这么巧，赶在了同一天，还是长公主的事更重要些。既然见不到陆公子，不如你今日陪娘一道回趟外祖父家，他正好也在。我答应了下来，想着当面跟人家解释清楚。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外祖母一见到我就语重心长开口：若是你也中意陆公子，咱们就在殿试之前定下这桩婚事。若等他殿试中了状元，说不定就被人撬了去。闻言，我连忙摆手：这也太急了些，陆公子他可知情？然而没想到的是，一旁的外祖父竟笑着道：他早就应下了。我只好捏着手指开口道：让我先同陆公子见见吧。可我不知道这个决定竟打翻了某人的粗坛子。此刻的勤政殿中，一名暗卫正跪在殿中禀报：林圣上，神武小姐今日回了外祖家，是临时决定的。炎帝扯出一丝笑，虽有弧度，但缺了温度。乔家有谁在啊？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又回去了？一旁的曹公公默默低下了头，心道这怕是有人要遭殃了。另一边的乔家假山亭内，我看向陆承训，不解道：你也清楚我嫁过人，为何还会答应同我议亲？他似是知晓我的顾虑，柔声开口：显阳民风开放，再娶再嫁是寻常事。我曾闻沈小姐在边关开了间医馆，如此坚韧又有才华的女子，诚妩媚思之。猝不及防被人表白，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但更让我意外的话还在后面。待我高中后，会风光迎娶你入状元府，以后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干涉。孩子也可由我亲自教导。几句话就将未来勾画得令人向往，这让我忍不住轻轻点头。好，但我绝对想不到，当我转身离开后，陆承训却没有看向我的背影，而是死死盯着前厅。审视的客人太多，他只有先攀附我登上高处，才能望得更远。可最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一个我惹不起的人也看中了陆承训。太后的女儿如烟公主正好到了择驸马的年岁，而太后恰巧看中了才貌双全的陆承训。一旁的石溪提醒道：太后娘娘，我听说沈家也对这位很中意。管他沈家、李家、崔家的，即便是我母家也不能越过哀家的如烟。到了第3日，我如约去给长公主看病，发现她身体根本没什么问题，只是体质不好。帮她提出解决方案后，我就回到府中。接下来的日子倒没发生什么事，直到太后寿宴这天，作为母家的沈氏一族，自然要全部到场。谁知我散席离场时，却看到如烟公主正笑着陪同陆承训聊天，而她刚注意到我，就假装栽倒在陆承训身上。脚腕好疼，陆公子可否送本宫回去？脚腕好疼，陆公子可否送本宫回去？我虽然察觉出他也看上了陆承训，但我有约在先，不会因为对方是公主就退让。如烟公主挑衅地看向我：五表姐，我近来听说了一个传闻，想跟你证实一下。我猜多半是我和陆承训的议亲之事，然而自己还没说什么，却见陆承训拱手道：公主和沈小有事相捎，陆某就先走了。说完立马仓皇离去。如烟公主笑得愈发得意了。五表姐，此处人多口杂，我们去湖边走走。我看着她，心里警铃大作。可这是皇宫，她是公主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我跟着她往湖边走去，走到一处偏僻的角落，她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敌意。五表姐，你是不是觉得皇兄对你另眼相待，你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？公主何出此言？她往前走了一步，压低声音：那天寿宴，皇兄亲自教你射箭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是在向我示威？我愣住了，我什么时候向他示威了？公主误会了，陛下只是……他打断我：够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只想告诉你，陆承勋是我的人，皇兄也轮不到你。他这话说的颠三倒四，可我听明白了，他在嫉妒炎帝对我另眼相待，嫉妒陆承训曾经对我有意。可我能说什么？解释我和炎帝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解释陆承训是他自己抢走的，他不会信的。公主若没别的事，臣女告退。我转身要走，站住！他忽然尖叫一声，我没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尖叫，然后是扑通一声。我猛地回头，看见如烟公主正在水里扑腾。救命啊！五表姐推我！她在水里喊，我站在原地愣住了。我没推她，可她这么喊，谁信？岸边的侍卫冲过来要去救她，她忽然大喊：不许过来！谁也不许过来！侍卫们面面相觑，不敢动。
她在水里扑腾着，一边扑腾一边往岸上看，眼神里带着疯狂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她不是真的失足，她是故意的，她想让我背上谋害公主的罪名。眼看她真的要撑不住了，水花越来越小，呼救声越来越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脱下外袍，跳进湖里。等我游到她身边时，她已经呛了好几口水。我揪着她的衣领，把她往岸边拖。可当我抬头准备上岸时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愣住了。炎帝怎么突然出现在岸边了？皇兄，我差点就死了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如烟公主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哭得十分可怜，却发现炎帝根本没看她。我顶着炎帝沉重的视线，尽量优雅地爬上岸，却不料因为力竭，脚下一滑，又要落入水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炎帝突然伸手，一把将我提了上来。赶来的曹公公连忙递上袍子，陛下，您的外袍。然而在如烟公主委屈的目光下，炎帝却把长袍罩在了我身上。我看着他的冷脸，虽然心中忐忑，但身上暖了不少。闹了这么大动静，慈宁宫也来了人。石溪匆匆出现，恭敬道：太后得知长公主落水，前来奴婢先过来查明情况。闻言，如烟公主立马哭诉：都是五表姐害我落水的，快抓了她去母后那儿问责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知在嘲讽公主好计谋，还是讽刺自己太心善。炎帝似是看懂了我的情绪，下令道：石溪，你先把公主接回慈宁宫，告诉母后这事明日再议。等石溪将公主扶了回去，炎帝才看向缩成一团的我，自己说。寿宴结束后，公主约我来湖边，是为了警告我不要和陆公子来往。听了我的解释，炎帝一点都不意外，继续问道：你是如何回答的？我一五一十说道：我当然不能同意，就想暂时回避。岂料如烟公主急了，自己跳进湖中想诬陷我。可不知为何，炎帝的气息竟瞬间转冷。我觉得是自己说的太坦诚了。如烟公主是皇帝的妹妹，我怎能与之相提并论？想到这，我压着心中委屈，没骨气的道：臣女有错，不该不顾公主的安危，毕竟我水幸好落了水也没事。怎料炎帝接下来的话，竟向我揭开了一个惊天的阴谋。你当然不会有事，岸边的侍卫就是给你准备的。闻言，我惊骇的抬头，难怪如烟公主都快淹死了，也不许侍卫来救她。是她身上衣衫单薄，若是最终被侍卫救起，和肌肤相亲无差别。这是再被旁人看去，就要名声尽毁，递嫁给侍卫。炎帝沉脸看着我，他早就知道我和皇宫格格不入，轻易就能被人算计了去。我也看懂了他恨铁不成钢的眼神，心虚的偏过头。谁知他接下来却提了让我羞耻的要求：今夜留在宫中。这不行，臣女的家人还在家中等着，而且臣女已有了婚约。说完，脸上忍不住添了一抹羞愤。这炎帝拿我当什么人了？露水蝶性，随意可欺吗？可令我不解的是，炎帝听到婚约二字，脸上神色更冷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朕本是好意，明早太后定会带你入宫兴师问罪，在我这里，我至少还能护你。原来留下我是这个意思。我尴尬的挤出一丝笑容，正要答应留下，谁知炎帝却突然摆手道：你既不愿留下就回家吧，大不了明日打顿板子。我听后忍不住害怕，板子打得重了也是要死人的。怎料还没等我开口，炎帝就抬脚走人了。我也察觉出他护着我的意思，如今太后要罚我，只有炎帝可以拦得住。于是我小跑着追了上去，听见身后的脚步声，炎帝扬了扬嘴角，虽然脚步未停，但已慢了许多。我赶到他跟前，大胆开口：臣女今夜不走了，求陛下收留。臣女今夜不走了，求陛下收留。那夜我留在了朝阳殿，朝阳殿内就一张大床，我跟炎帝孤男寡女待在里面，气氛不由变得有些暧昧，心跳也不由加速。炎帝一眼看穿我的心思，邪魅一笑，说道：怎么都已经踏进这道门了，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？炎帝的话让我小脸通红，一时语塞，竟不知如何回答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今夜我睡外面的软榻。听见这话，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，紧接着心里又有点失落一闪而过，就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。床榻上充满龙涎香味，让我很快就安稳入睡。本以为能顺利躲过这个劫难，岂料次日太后趁炎帝早朝的时候，派人将我带到了慈宁宫。太后指着我训斥道：虽然你是哀家侄女，但也不能以下犯上，今日哀家要罚你，你可知错？闻言，我低着头，这事归根结底是因为陆承训。虽然我和他的感情并不深厚，但突然被这么多人阻碍，反而激起了我呵护这株感情幼苗的心。于是我抬头直视太后，一语道破了如烟公主的阴谋。然而太后却指着我道：你的意思倒是如烟骄横难缠，故意要拆散你和陆承训了。石溪，你速去请那陆承训进宫一趟。等候期间，如烟公主脸色苍白的进来，哭诉道：母后，
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见状心中冷笑，看他双眼也不浑浊，并不像是邪风入体的样子。与此同时，陆公子也被带到，他眉目如画，高洁的样子就像天上的明月。这时太后威严开口：陆承训，如烟公主想招你做驸马，但听说你和哀家的侄女订了婚。此话一出，陆承训的后背瞬间僵直，只是极其淡漠地扫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没有半分熟人，仿佛我只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随即就立马收回视线。回禀太后，没有。他这轻飘飘的3个字，像一盆冰水都投浇在我身上，瞬间浇灭了我所有的底气。指尖猛地冰凉，心脏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，连指尖都在控制不住的发抖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如此干脆利落地否定我们之间的一切，连一丝犹豫都没有。然而太后冷笑看着我：方才陆承旭说你们并无婚约，为何他的婚事还要经你同意？臣女和陆公子早就……臣和沈小姐并无瓜葛，也无私情。字字清晰，像淬了冰的针，直直扎进我的耳膜。我猛地回头看他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，眼底的震惊几乎要溢出来。我死死望着他，盼着这只是他的一时口误，盼着他眼中能有半分慌乱，可他却满是不解地回望过来，一字一句冰冷又认真。应该是沈小姐口误了。说完，他立马垂下眼，避开我的目光，仿佛多看我一眼都是一种亵渎。得到这个回答，如烟公主嘴角的笑收不住了，眼底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。太后面上也露出满意之色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斥责与不屑。我脑中瞬间一片空白，所有的声音都被隔绝在外，只剩下他那句并无瓜葛也无私情在耳边反复回响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毒的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脏。曾经那句待我高中后会风光迎娶你入状元府，此刻都成了最尖锐的讽刺，凌迟着我仅存的真心。哪怕太后要罚我挨板子，我也没听清，自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，这何其可笑！我这个要受罚的人没这么做，反而是陆承训果断的割席断交了。很快就有2个宫女拽着我往外拖，我呆呆地环顾殿中众人。太后挥了挥袍袖，示意赶紧拉我下去。如烟公主则翘着嘴得意地看着。陆承训眼里似乎闪过片刻的沉痛，但仍稳坐在殿中。而此时炎帝正在上朝，也没时间赶来救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在劫难逃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却突然出现了。殿门处日光骤暗，一道颀长身影迈入，玄黑龙纹朝服尚未换下，正是本该在早朝的炎帝。太后一惊，下意识起身，炎帝目光扫过被宫女按着跪在地上的我，眼底寒意骤起，声音却平静：朕若不来，母后是不是打算将朕的人打死？你的人？太后愕然，她不过是沈家一个归宗的寡妇，与如烟争执落水，哀家正按宫规惩戒。如烟公主也急忙道：皇兄，他推我入水，还狡辩不清。推你入水？炎帝打断他，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苍白扬起的脸。他若真想推你，你根本没机会喊出声。话音落下，他忽然俯身，伸手抚上我的脸颊，我浑身一僵，却不敢躲。只见他指尖在我耳后轻轻一按，一接，一层极薄的人皮面具被缓缓撕下。殿内霎时寂静，面具之下是我原本的容貌，眉眼更精致，肌肤更剔透，尤其那双眸子清凌凌如镜寒潭，眼尾微微上挑，不笑时清冷，笑时却漾着不自知的风情。这张脸与4年前北境军中那位总是躲着他，却又在某夜大胆给他下药的神秘女子一模一样。是你！太后失声，这是易容，他到底是谁？陆承训原本垂着的眼骤然抬起，定定看向我，脸色一点点白了下去。炎帝将面具随手丢在地上，声音沉缓，却字字清晰：她不是沈家五小姐沈武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我颤抖的瞳孔中，继续说：她是4年前北境军中依仗的女医苏清雨，也是当年对朕下药与朕共度一夜的女子。我脑中轰的一声，几乎站不稳。他竟然早就知道，从什么时候，在勤政殿那次，还是更早。所以他那些似笑非笑的眼神，那些莫名的靠近与质问，都不是错觉，更是……炎帝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压下殿内所有抽泣声。朕的皇子赵明轩与公主赵茜茜的生母。生母2字落下，如同惊雷炸开。太后踉跄一步，被石溪扶住，脸上血色尽退。明轩的生母，一直找不到的那个女人，是她。那茜茜，那个带回来的女儿，是朕的女儿。炎帝接话，语气不容置疑。当年她生下龙凤胎后，带走女儿，留下明轩。如今她归京，朕早已……如烟公主张着嘴，
发不出声音。陆承勋怔怔望着我，眼中翻涌着震惊、恍然、懊悔，最后化为一片死寂。他忽然想起那日沈家庭中，他问他为何愿意娶一个嫁过人的女子，原来他嫁的不是边关小兵，是当今圣上。他生的不是私生女，是皇室血脉。他选错了，从头到尾他都选错了。炎帝转向太后，语气恢复帝王威仪。母后还要罚他吗？太后嘴唇哆嗦，最终颓然摆手，放开他。宫女松手，我腿一软，险些跪倒，却被炎帝一把揽住腰身。他掌心温度透过衣料传来，烫得我发抖。经过陆承勋身边时，我瞥见他垂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，指节泛白，却始终没有抬头。后来的事就像一场梦，炎帝当众宣布了我的身份，册封我为陈妃，赐居未央宫。明轩和西西都知道了我才是生母。明轩起初别扭，但拗不过血缘天性，加上西西整天哥哥哥哥的叫，渐渐也亲近起来。西西更是欢喜，整天黏着我。蒋上书房去世3日后，圣旨下，陆承勋和如烟公主择日完婚。如烟骄纵成性，婚后对他动辄训斥，视如仆从。陆承勋虽高中状元，却因驸马身份不得实权，终日郁郁。公主不许他纳妾，不许他单独见客，甚至在他书房安排眼线。曾经风光霁月的陆公子，短短半年便憔悴暗淡，再无当年义气。偶尔宫宴相见，他远远望来，眼中只剩寂寥。我移开视线，心中并无波澜。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代价也只能自己担。中秋夜宴，吉英殿内灯火通明，我坐在炎帝身侧，明轩和西西一左一右挨着我。明轩板着小脸给我剥葡萄，剥好了悄悄塞到我手里。西西抱着个月饼，啃得满脸都是渣，还非要往我嘴里塞。母妃吃。他奶声奶气道。我低头咬了一口，他笑得眼睛弯弯。炎帝坐在主位，目光不时落过来，带着淡淡的笑意。咽至酣处，他忽然举杯，对2个孩子道：叫母妃。母妃，母妃。他又看向我，眼底带着笑意。叫夫君。我脸热，在桌下轻掐他手心，他却反手握紧，低笑：不急，回去再叫。夜深，未央宫，我靠在他怀中，窗外明月圆满。还怕我吗？不怕了。还跑吗？不跑了，陛下也不许再吓我。他低头吻我额头。4年前一场荒唐，4年后一场重逢。乱世已定，岁月安稳，兜兜转转，原来所求不过是一盏灯，一双人，一家团圆。龙凤胎在侧，帝王在心，余生很长，甘之如饴。